昨天下了一场大雨，冲刷掉了前几天的酷热，气候顿时进入了秋天。干枯的草坪也变得绿油油起来了。最开心的要数鹿和兔子了，它们又有了丰富的食物。花园里有的花儿已经凋谢，有的依然开得灿烂。菜园里有的藤蔓和枝条上结满了果实，有的菜到了它们生命的终结。秋天是丰收的季节，也是播种的季节。这些菜床里的菜已经开花结籽了，我今天要把它们全部清理掉，种上喜良的蔬菜。我不留种子，而是买种子种，因为如果留种子的话，等到种子成熟需要好长的时间，这样就占用了许多土地的空间。我的菜地不大，我需要及时腾出土地来种当季的菜，所以买种子种既省了时间，又很好地利用了有限的土地。现在我来谈谈我对种菜的看法。有的朋友对我说，现在美国华人超市里什么都能买得到，干嘛还要那么辛苦自己种菜呢？其实对我来说，种菜不是目的，种菜的过程才是目的。看到蔬菜从一粒种子到发芽长大，这个过程会给我带来无比的喜悦。我从一个把韭菜认为葱的种菜小白，到现在对种菜颇有经验，这也是我人生当中的一大收获。再说了，生命在于运动，年纪越大越要活动。种菜养花也是帮助我运动，这样一举两得的好事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每次前面的一批菜清理掉以后，都要把地翻一翻，把土松一松，然后再铺一层肥料。我用的是牛羊粪和泥土混合在一起的土。我买这样的土是为了方便，你只需要把这样的土铺上就可以了，省去了混合牛羊粪和泥土的麻烦。现在泥土和肥料都混合整理好了，把土晒一天，明天我再把种子撒到地里。这里的樱桃番茄是自己长出来的。我以前不喜欢吃樱桃番茄，觉得它酸，不好吃。但是这个樱桃番茄特别的绵甜，很好吃。也许是瓜熟蒂落的原因吧。今天我就用刚刚摘下来的樱桃番茄做一道西餐吧。我准备做烤菲塔乳酪意面。买乳酪的时候一定要看包装盒背面的说明，一定要买羊乳酪。有的菲塔乳酪是用牛奶做的，
不是很好吃。先要把番茄的蒂去掉，然后把番茄冲洗干净。虽然是自家种的番茄，但是上面还是会有灰尘的。用纸巾把番茄上的水擦干，然后倒入烤盘里，放入1/2杯的橄榄油，1/4茶匙的盐，因为菲塔乳酪里面已经有盐了，在这里我就不放太多的盐了。一些黑胡椒粉，大概1/4茶匙吧，因个人的口味而定。把番茄搅拌一下，使调味料均匀地涂抹在番茄上。把乳酪放在烤盘的中央，上面撒上一些黑胡椒粉。把烤箱预热在华氏425度。等烤箱预热好了，把烤盘放进烤箱烤30分钟。当菲塔在烤箱里烤的时候，我就来准备大概1/3杯的罗勒叶，要用新鲜的罗勒，把罗勒叶切碎。菲塔烤好后，用一个大勺子的背面把菲塔和番茄压碎，然后把菲塔和番茄混合在一起，然后再放2粒蒜的蒜末，蒜末一定要在菲塔烤好后再放，这样的话蒜香味才浓郁。最后再放罗勒。罗勒叶是很容易氧化发黑的，最后放，一是保证它的叶子不会很快变色，二是不让它的香气很快的散发掉。把它们混合均匀后，就可以把意面加进去了，大概需要半磅的意面，什么形状的意面都可以，根据个人的嗜好。我已经煮好了螺丝面，把它放进酱汁里混合均匀就可以了，再放上一些罗勒叶做装饰就更完美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土地经过昨天一天的晾晒，已经可以播种了。在这块菜床里，我会种上豌豆，还有2种青菜，一种是矮种青菜，一种是紫色青菜。我把豌豆种在围栏边上，因为我只是吃它的叶子，所以不需要太高的架子。我先挖2条槽，大概4厘米这么深，然后把豌豆放进去，再把土盖上，最后浇上水就可以了。水要浇透。有的人先在槽里面浇上水，再放豌豆进去。我认为2种方法都可以，看你的习惯咯。在种青菜的时候，我把土地一分为2，每一块种一个品种，这样容易辨认。种青菜时直接播种就可以了，不需要事先泡种子。播种完，把花洒调到 Mist 这一档，这样喷出来的水是雾状的，不会把菜籽冲到聚拢在一起。
菜园的过道上长出了几棵合欢树，不知道是从哪儿飘来的种子。住在郊区，经常会有这样的惊喜。我把它们挖出来种到盆子里，等它们长大了，再找一个合适的地方种到地里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